夜幕逐渐降临，灯火璀璨的新加坡依然灯光通明，街道上所有人都显得轻松自在。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毫不费力，却绝非偶然。新加坡，一个被誉为全球最安全的国家，这里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，多达98%的居民表示他们敢在深夜独自行走，并且感到完全安全，而且这还包括女性。现在想一想，你所在的城市深夜孤身走在街头，你真的会没有一点点担忧吗？Gallup 发布的全球安全感报告中，新加坡再次位列榜首，98%的安全感，一个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数据。简单来说，新加坡的居民享受着一种安心到极致的生活环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什么让新加坡能够实现这样的安全奇迹？它的秘诀究竟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从数据、法律、科技和社会4个角度深度解析这个现实版的乌托邦，而结尾我们还会探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这份安全感是否真的没有代价？全球不安定局势逐渐加剧，而新加坡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，始终是那个众人梦寐以求的灯塔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继续往下来揭开这个奇迹的内幕。第一章：数据视角，数字说真相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对比，数字会揭示真相。根据 Gallup 的统计，全球安全感平均水平停留在73%，但新加坡呢？直接拉高到98%，这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巨大落差。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数据，美国只有71%的人感觉安全，中国是94%，南非更惨，仅为33%。可以说，许多国家的居民只是白天感到安全，而新加坡的居民却能彻底放心到夜晚独自行走。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撼的细节，在许多国家，男性与女性的安全感差距非常明显。例如，美国男性有84%感觉安全，但女性只有58%，而新加坡呢？几乎做到了男女平等的安全感，男性98%，女性97%。再来看一个更直接的数据，暴力犯罪率，新加坡每1000人仅有0.2%，而像纽约这个数字是3.8%，甚至在一般人心目中同样安全的东京，也比新加坡高出好几个百分点。第二章，法律视角，零容忍的严明法律。要说安全感，新加坡第一条秘诀就是法律的震慑力，这里真正做到了用铁的手腕保障软性的安心。我们来看看几个实际的案例。首先，新加坡对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，走私毒品可直接判死刑，再比如偷窃，初犯就可能被判入狱，更别提毁坏公物等行为了。实际上，新加坡的严厉法律不仅是对国内有效，对国外也同样适用。还记得1994年的迈克尔·费伊事件吗？一位美国青少年因公然破坏公物被判鞭刑，这种不妥协已经成为新加坡法治体系的一部分，而且法律还在不断完善。2025年生效的新刑事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犯罪处罚细则，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司法保障。同时，这些法律更新也更加适应新型犯罪的变化，比如针对金融诈骗、网络盗窃的惩罚条款已经开始试行，但这就带来了一个争议性的讨论。有人说新加坡的法律太严格了，甚至剥夺了自由，可结果又摆在那里，严格的法律不正是居民享受安全感的底层逻辑吗？所以你觉得这种安全感值不值得呢？除了法律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科技的守护。第三章，科技视角，看不见的安全网，仅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。新加坡的安全感之所以如此突出，还依赖于一个看不见就无处不在的安全网，科技的全力守护。新加坡的街道、地铁、商场甚至住宅区，全岛布置了超过10万个高清监控摄像头。这些摄像头不仅仅是摆设，他们还和中央控制系统联网，靠人工智能编织出一张全天候的监控网络。这意味着，当不法分子试图在新加坡实施犯罪，他们的行踪很可能已经被追踪记录。简单来说，新加坡的监控系统不仅能看见，而且能预判犯罪。那么科技的应用还远不止于此。在边境管理方面，新加坡的移民局早就走在技术前沿，他们启用了领先的面部识别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，在旅客到达关口前就完成身份验证和风险评估，预判潜在威胁。这种提前介入的效率让新加坡的边境不仅严密，更高效。2025年还进一步扩展到识别更多非传统安全威胁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到另一个更有意思的维度，以科技与法律为基石的新加坡安全文化是如何形成的？继续往下看吧。第4章，社会视角，新加坡的安全文化。一个国家的安全感不仅靠法律的高压与科技的守护，还需要居民自身的参与。新加坡的社会安全文化其实隐藏着一个很特殊的社会契约，这个契约很简单，国家保障秩序与安全，而公民则以守法文明与集体意识来回报社会，这是双向的。这种契约让新加坡的安全感不仅仅是不被犯罪威胁，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和稳定。但这一切的背后，还需要破解一个关键影响因素：经济平等。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，比如提供大规模的公共住房、医疗以及优质教育，从根源上减少了社会矛盾和经济不平等。这份缩小的贫富差距
直接压缩了因贫困引发犯罪的空间。如果我们看看，例如南美部分国家或者南非，犯罪率往往和贫富差距直接挂钩，而相比之下，新加坡的中产率极高，这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稳定，更奠定了这份安全感的基石。最后，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？新加坡告诉我们的答案是，犯罪率低只是基础，更重要的是一种信任，一种规则意识，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文化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新加坡这种安心到忘记防盗的生活值得效仿吗？这背后的代价，你会愿意接受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别忘了点赞并订阅，我们会带你解锁更多新加坡背后的故事。下次再见。